这些年来，美国为了帮助阿富汗战后重建和打击塔利班，损失了不少金钱、人力。可就算是这样，美国不仅没有彻底消灭塔利班，还让塔利班顶着压力发展起来了。对美军基地进行了多次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从今年5月份开始从阿富汗撤退，不想再趟阿富汗这趟浑水。结果随着美军的撤退，让塔利班彻底失去了美军所带来的压力，以至于和阿富汗军队之间的交火越发频繁。就在美国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摊子后，印度却扬言要派出20万大军征服塔利班。据悉，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穆希布在呼吁外国伙伴对阿富汗提供军事支持，以帮助阿富汗政府战胜塔利班的同时，印度媒体报道，穆希布在重点指明印度是最理想的出兵国，积极回应足以说明印度有想要帮助阿富汗的意思。随后，相关人士也表示，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印度方面可以拿出20万士兵到阿富汗进行作战。事实上，印度一直都有想要介入阿富汗的想法，只是碍于此前美军的存在，才按兵不动。如今美军抛下烂摊子，正好给了该国一个机会。于是，在美军对外宣布撤军后，就迫不及待地对外透露出想要出兵阿富汗的消息。或许印度陆军在作战能力以及山地作战经验上都有一定优势，但对手可是跟阿富汗打了10年战争的塔利班，一度让阿富汗因此得到了战场坟地的称号。帝国坟场真的有那么好进吗？就拿美国来说，该国自2001年进入阿富汗到现在整整20年的苦心经营都没能有个好结果，印度就能把塔利班吃了？分析认为，印度无异于是在给自己选择一个好一点的葬身之地。不过话说回来，印度出兵阿富汗绝对是美国非常希望看见的事情，毕竟让印度控制总比让俄罗斯控制好。况且对于美国来说，印度可是自己一点一点亲手喂起来的，释放各种支持印度的信号，把该国捧到精神错乱的地步。例如中印两国如今的关系，就是美国对印度投喂战略毒药导致的，让该国能对美国百般奉承的同时，又能给予其巨大帮助和支持的中国视为敌人。总之，莫迪当前显然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在国内多重危机面前，还要挑衅其他国家，如今还要出兵阿富汗，莫迪膨胀到最后的结果必定是自讨苦吃，自寻死路。接下来就只需要等待20万印度士兵抵达阿富汗后，好戏就可以上演了。是印度士兵被打的痛苦，还是莫迪走投无路后喊话美国遭拜登无视？我们敬请期待。美国对我国南海一直都是心怀不轨，无时不刻不想着在南海制造事端，生怕南海地区太平静了。这不，最近美国海军又在南海又不消停了。据南部战区官方平台消息，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12号擅闯我国西沙领海，被南部战区海空兵力警告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对美舰的行为发出了强烈谴责和严重警告，并表示南部战区时刻保持了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祖国安全与南海地区稳定。不仅美军军舰在南海采取挑衅，美国国务卿最近再次将南海仲裁案拿出来炒作，挑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不稳定因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重申了当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并宣称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捍卫海洋权益以及自由航行，并且还在美国国务院官网公开抹黑中国，声称中国是南海不稳定因素，对东南亚沿岸国家和国际海洋秩序威胁巨大。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只不过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弄出来的一个幌子而已，中国并不接受也不承认。此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曾表示，应该将仲裁案丢进垃圾桶里。据分析，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剧增，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日益加深，所以布林肯才会老调重弹，意图借此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增加南海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且美军的行动不仅仅是向中国挑衅，同时也是在向东南亚国家施压，防止他们彻底倒向中国。毕竟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南海，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无耻行为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很多人认为，美国自己都不承认联合国海洋公约，凭什么要求中国必须遵守仲裁？有国际网友形容美国的做法是令人作呕的，声称美国不承认联合国海洋公约，却无数次引用公约来约束他国的行为，完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海洋霸权。这种极度双标的行为令人唾弃。还有国际网友甚至建议中国海军直接将其撞沉，给美国一个深刻的教训。其实美国双标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一向是美国觉得有利于自己的事，什么条约都约束不了他，越过联合国向他国宣战的事，美国都干得出来，就更别提让他遵守条约了。更何况即使美国加入了条约，也有可能做出中途退出这种不要脸的行为。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大，国际影响力日益剧增，美国这些上不了台的小动作，最终都将被证明是无用功，最终还将反噬给美国自身。随着中国崛起势头越来越强劲，美国开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尽管中国并无心美国的全球霸权，但是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就是对美国全球霸权最大的威胁。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遏制中国也就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反应。其中必须提到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我们知道，所谓的印太战略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其目的仍然是遏制中国发展。但是相比于前者而言，最新的印太战略的遏制力度一定会比之前更狠。作为典型的做法就是加大美军在印太部署的兵力武器，其中就少不了战略利器航母。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美军在西太部署双航母，甚至是3艘航母，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再不济的话，1艘航母也是需要的。但是现如今却出现了一个极为反常的情况。根据美国军方最新发布的航母与两栖攻击舰的信息显示，西太地区竟然没有1艘美国航母，也就是说出现了航母真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违背了拜登立下的重点关注印太的规则，但是这是否真的说明美国暂时放缓了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呢？并不然，分析人士认为，这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或许更加凶险。在解释其背后的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军在西太地区的其他动向。根据中国智库最新发布的美军海洋监测船对华抵近侦察概况显示，美军的5艘海洋监视船在上半年的时间内，总共在南海活动了161天，几乎相当于美国侦察船每天都会来南海进行一次抵近侦察，其针对意味过于浓厚。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频繁的抵近侦察举动比直接的军舰挑衅更为严重。我们知道，侦察的目的是为了搜集相关的军事情报，而这些被搜集到的情报将很有可能在战时为美军提供巨大的作战优势。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将美军的这种频繁侦察的举动理解为备战。而这样的2个异常军事举动，在分析人士看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新浪军事的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或许有美军一整套的内在逻辑在。航母的暂时离去，似乎是为了携带更多的 F-3号战机王者归来，而此时侦察船的频繁出动，既可以分散解放军对航母的注意力，也可以在美军航母回归西太以后，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正如同陈虎专家所说的，看待中美问题要保持战略定力，美军暂时的放松举动或许更加危险。近年来，澳大利亚跟着美国逢中必反，而在激怒中国以后，澳大利亚正承受着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还是没打痛。澳大利亚政客依然上蹿下跳。最新一份民调中，竟然有超过40%民众支持战时出兵援台，但是中国一举动又让他们开始慌了。此前，英国卫报曾公布一份民调，有超过40%澳大利亚人不放心解放军会袭击本土，恐惧指数几乎和台湾一样高，还有近40%澳人认为应该派兵驻台抵抗大陆攻击。之前很多人还认为澳大利亚政客言论偏激，不代表澳大利亚民众也反华。现在他们还会不会这样想呢？澳大利亚政客这样的反华言论有市场，而且也是澳大利亚民众一票票选出来的，所以没有无不无辜这一说法。而且这么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毫无疑问是澳大利亚政客言论引起了恐慌。前段时间，澳高官更是轮番上阵，炒作中国威胁。澳国防部长达顿表示，不应轻视中国攻台的可能性。随后，澳大利亚内政部秘书长佩祖洛也宣称，战鼓响起，澳大利亚必须做好准备，再次派遣士兵去战斗。然而，在放完嘴炮以后，当中国真的出手时，他们又开始慌了。近日，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天王星号侦察船预计将在周五抵达澳大利亚领海外专属经济区的珊瑚海水域。澳国防部长达顿证实，澳方已经紧密监视了好几天。这艘船正驶向澳大利亚东海岸，准备对即将举行的护卫军到2021联合演习进行侦察。还强调，澳大利亚支持所有国家在国际海域行使合法航行飞越的自由，但也希望他国尊重我们这样的权利。不过，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称，澳总理莫里森称，他对这艘船存在感到十分警惕。寇可网，武亦可网，仅仅是一艘侦察船就如此慌。当澳大利亚派军舰前往南海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中国军舰也能出现在他海域附近，习惯就好。而澳大利亚政客频繁刺激中国，但他们却很少想后果。对此，独立澳大利亚曾刊文提醒，澳大利亚根本不懂与中国发生战争的真正后果。澳大利亚针对美国正将我们引向战争，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和中国战争有多可怕。中国的导弹能覆盖澳领土，中国的舰队也能抵达澳海岸，但澳政客反华言论却越发嚣张，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其实，从历史来看，澳大利亚似乎极为热衷于介入战争，但提醒一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们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